刚离开老姚宿舍，黄小桃就给我打来电话说：宋阳，有一个好消息，有个坏消息。我问道：好消息是什么呀？黄小桃说：好消息是我们调查到邱晚霞了。那坏消息呢？坏消息是邱晚霞10年前得癌症死了。我一阵错愕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邱晚霞的尸体不是正躺在停尸房里等我去验吗？一个人怎么会死2次呢？而且昨天晚上找到的尸骨死亡不会超过3年。我叫道：我马上过来。我到学校门口打电话把王大力叫来，他跟骆雪妹聊得很投机，跟我喋喋不休，但我脑子装着案子，一路上都没怎么搭理他。来到局里之后，我几乎是小跑着冲黄小桃办公室去的。他正在跟几名警察交代事情，见我进来，长话短说把他们支走了，然后递给我一份文件。那是邱晚霞的户籍资料，她是一个北方人，长得冰清玉洁，楚楚可人，10年前来南江市打工，后来得了绝症去世了。我问道：会是同名同姓吗？黄小桃说：一开始我也这么想的，但他的姓氏比较罕见，叫这个名字的全国只有他一个，而且他的血型和死者是相同的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脸长得是一模一样。我疑惑地问：脸？黄小桃表情复杂地说：物证鉴定中心已经把死者的面部复原了，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我俩出门的时候遇上刚停好车的王大力。黄小桃问：新车开得怎么样啊？王大力点点头：在同学中间倍儿有面子。哎，小桃姐姐，啥时候给宋阳配架直升机呀？我也沾沾光呗。黄小桃大笑：哼，你自己以后挣钱给他买一架就是了。我们3人来到物证鉴定中心，这里设备跟技术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我们来到一间实验室，里面放着许多电脑，一名姓李的研究员给我们看了一下复原之后的头像。电脑里的 3D 图像是没有头发和颜色的，但是也能看出来邱晚霞长得五官标致，明眸皓齿。王大力赞叹说：哇，真是女神呢！我对着邱晚霞照片看了一下，确实是一个人，当然光凭目测是不算数的，这里有一项骨相识别技术，拿头骨和人脸照片叠在一起，借此比对特征点。李博士把2张照片比对给我们看，就说：经过电脑计算，这个头骨和照片上的面部98%吻合，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。98%，还有2%是不符合的。李博士说：由于尸体在露天环境下暴露了2年呢，遭虫咬属实，有一定破损也在误差范围之内，可以忽略不计。破损这个词对我有点启发，我转身往外面走，黄小桃追过来喊道：哎，宋阳，你干嘛去啊？我需要再看一下死者。我一阵风似的跑回局里，来到停尸房，那具尸骨就放在停尸床上，用一块白布遮着。由于颅骨被拿去比对了，所以用酒精仔细的清理过。黄小桃走进来说：不好意思啊，因为要鉴定身份，把颅骨洗干净了。没事的，其实我也会洗一遍的。我对着颅骨翻来覆去的看，叫王大力弄一个铁盆来，再弄一卷保鲜膜，一盆多肉植物，去药店抓石黄、冰片、续断、熟地这4味中药，再买一瓶白醋来。黄小桃问：打算在这里蒸骨3验吗？不，这个不是蒸骨3验，是提刑官宋慈独创的绝学——蒸骨踏伤，主要是验骨骼上的陈旧伤痕的。黄小桃狐疑地说：可是龙骨没有受伤啊。一会儿王大力把东西拿来，
我把铁盆放在酒精灯上烤热，开始倒醋，把4味药全部扔进去，然后把多肉植物揉碎放进去。等它开始冒蒸汽，这才把颅骨放进去，蒙上保鲜膜。王大力说：“要是换个场景啊，说你是巫师都有人信。”我笑笑，眼睛一直盯着铁盆看。过了5分钟，黄小桃叫道：“骨头变色了，颅骨开始变成黄色。”王大力插话说：“坏熟了吧？”我解释说：“变色是正常的，这种手段对尸体有一定的损害的，轻易我不会采用，但是要验证我的猜想，必须得用一次。”你就是不相信鉴定中心的结论，对吧？指我者小桃也。那你猜想到是什么了吗？我神秘地眯起了眼睛，等等就知道了。又过了10分钟，蒙着保鲜膜的铁盆里蒸汽弥漫，但是我还是看见颅骨上发现一些变化。我掀开保鲜膜，那股醋酸味扑鼻而来，呛到王大力直咳嗽，他赶紧去打开换气扇了。我戴上橡胶手套，把颅骨小心翼翼地捧出来。我手上的颅骨、颧骨和眉弓部各有一片清晰的深色区域，这正是我想看到的结果。黄小桃问：“这代表什么呀？”我指着那片深色区域说：“死者这里和这里削过骨，他做过整形手术，而且是大手术。他并不是真正的邱晚霞，而是在扮演他。”黄小桃瞪大了眼睛：“也就是说，咱们现在又退回到原点，连死者身份都不知道？”我沉吟说：“也不能这么说吧。假设丁旭说的是实话，死者是另外一个人送到凶手身边取悦他的，那么凶手和邱晚霞一定有过非常亲密的关系，可以从真正的邱晚霞查起。”黄小桃说：“邱晚霞死在10年前，这查起来可就太困难了。我尽力而为吧。”我把停尸床上的尸骨装进一个防水袋里，就说：“那就兵分2路吧。我跟王大力找地方去蒸骨3验，你去查线索。”我正要往外走，黄小桃叫住我：“去哪儿啊？”“找个没人地方干活啊。”黄小桃乐了：“上次我不是跟你弄个实验室吗？虽然还在建，不过你可以去了，姐带你去。”黄小桃带着我们来到市局后面一间仓库，推门一看，地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凹槽，旁边并排放着3张停尸床，此外还有工具台和架子，全部都是木质的。架子上摆着一些我经常用到的材料。我一阵感动，费了不少功夫吧？黄小桃说：“我就是隔3差5的过来建一下工，屋子还是空的，也不知道你们仵作喜欢放什么摆设，要不要挂一幅送死的画像，或者摆个熏香炉啊？”古代管仵作的工作间叫做看骨寮，由于验尸是被普通人忌讳的事情，看骨寮必须坐南朝北，跟普通民居朝向相反，而且不能对着街道，防止死人阴气冲撞到当地的风水。黄小桃在公安局里给我弄了一间看骨寮，我还讲究什么风水未必太不客气了，便说：“教怎么谢你才好啊？”黄小桃笑道：“跟我还客气吗？”蒸骨3验耗时比较长，我叫黄小桃先忙别的去吧。他走了之后，王大力环顾房间就说：“这房间真不错啊，又清静又宽敞。哎，杨子，有没有想过跟小桃姐姐在这里干点什么干柴烈火的事情啊？”在看骨寮做干柴烈火的事情，这是最大的忌讳，好不？这时候黄小桃又回来了，原来他记东西的小本子忘拿了。王大力吓得脸都青了。黄小桃说：“你小子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出来，
我们好好谈谈。王大力语无伦次地说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杨子，你证明我的清白啊！”人赃俱获，叫我怎么证明啊？黄小桃哼了一声：“你小子说话注意点。”黄小桃走后，我着手准备蒸骨3验了。过程和上一次还是一样的，就不赘述了。地上这个水泥槽验起来非常方便。验到第2遍的时候，尸骨上出现一道道紫痕。我从架子上取了一个空白笔记本和一支笔，交到王大力手上，叮嘱说：“咱现在也算正规军了，你这个助手也专业点。我说话的时候你记录。”“行，你说慢点。”我把骨殖放在停尸床上摆好，开始说我的结论。死者颈部有重物踩压和骨裂痕迹，喉骨断裂，躯干肋骨部位有多处打压伤，但是没有严重到骨折的程度，应该是生前被人殴打所致的。脊椎和肩关节有拉扯造成的轻微错位，足跟骨有摩擦痕迹，可以判断是被人拖行过。体位是面朝上，被人拽着胳膊走了很长一截。此外还有一些虫鼠噬咬的痕迹。我除了验死者的骨质，还验了他肚子里3根鼠骨。我发现3只小老鼠的颅骨被什么东西夹过，每一个都有。从形状判断是镊子之类工具。丁旭说，凶手曾经把他子宫剖开，往里面塞小老鼠，可是盆骨上并没有被刀划过的痕迹。死者的盆骨没有完全打开，没有妊娠的痕迹。就算如丁旭所说的是怀孕了，也不会超过3个月。要知道，女性的子宫在没有怀孕或者怀孕初期，大小和一个没有吹气的气球差不多大。一个没有专业知识的人，在没有专业设备情况之下，怎么可能准确剖开子宫往里面塞老鼠呢？所以我得出结论，凶手并没有把死者肚子剖开，而是用镊子把老鼠塞进他的阴道里面。老鼠被夹了脑袋，又通过狭窄的阴道，再加上体内没有空气，早就窒息而死了。丁旭描绘的老鼠在子宫里钻来钻去的情景，只是他的想象罢了。王大力听我描述的如此详细，皱着眉头说：“这有什么区别吗？反正都是往子宫塞老鼠，这不是一般的变态能想出来的手段了。”我笑道：“区别大了。死者没有被剖开子宫，就不会流血和感染。光是往阴道里塞老鼠，虽然很恶心，但不致命。”王大力听得一愣一愣的。所以呢？我说，死者虽然被殴打和折磨，但这些都不足以要他的命。真正致命的是脖子上这一脚，这个人是把他活活踩死了。我觉得这是本案最大的一个矛盾点。凶手完全可以把他就地活埋的，为什么突然大发兽性，用脚踩死死者呢？王大力说：“也许死者躺在坑里，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。你想啊，都那个样子了，能有好话吗？”我不置可否。我觉得这个矛盾点只能随着案件的调查才能解开。但通过验尸，我意识到一件事：丁旭的话不能全信，他的叙述里有很强的主观成分。我从怀里掏出一大黄纸，在死者面前烧化了，念上一段往生咒。王大力插嘴说：“你应该去丁旭面前烧啊。”我白了他一眼：“哪那么多废话。”我们俩离开看骨寮，去黄小桃那边。我把结论告诉他。黄小桃回答说：“正好，我打算去查那枚金戒指的来历，你跟我一起来吗？”“行啊。”路上我问他丁旭那边怎么样了。黄小桃说，丁旭今天一天都在逛街买东西。他一个5大3粗的汉子，化着妆穿着裙子大摇大摆的逛商场泡咖啡厅，画面不要太搞笑啊！有人拍下视频传到网上去了，还有好几个路人给精神病院打电话呢。王大力说：“好想去见识一下呀！我觉得吧，这事结束之后，
这小胖子以后不要做人了。我说，也许人家就此出名了呢。黄小桃笑道：宋阳，看你细皮嫩肉的，打扮成女生肯定很好看吧？王大力兴冲冲地说：对啊对啊，我也好想看呐。现在女装大佬很流行的。我连连摆手：别，这太有损我的光辉硬朗的形象了。喜欢女装你自己穿去。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对了，和监视丁旭的便衣警察打声招呼，要是他逛街的时候在哪里签了名，把笔记保留下来。黄小桃问：行，你有什么用途吗？我想赶走他的心魔，总不能让他一直这个样子吧。戒指是周太福金店打造的，在南江市总共3家店，我们跑了2家没有线索，来到第3家，这一家明显感觉装潢比前2家要气派一些。我们找到经理，说要调查这个款式的戒指哪些人买过。经理在电脑上查了一会儿，给我们列了一张清单。这款戒指总共卖出了6枚，我一看上面的日期，最早的是2016年3月份。我说：没有2015年的吗？经理歉疚地说：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家店呢2年前因为经营不善被人收购过一次，之前所有数据全部删除了。黄小桃柳眉一皱：怎么会这么巧啊？我问道：现任所有人是谁呀？是徐总。徐总，难道此人就是丁前说的徐总吗？这手段真是牛逼呀！为了销毁证据，把整家金店买下来了，但却干得太过火，反而欲盖弥彰。这时候，一辆黑色劳斯莱斯停在店的外面，从车上躲下来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。经理连忙打招呼，店里人一起鞠躬说着徐总。我和黄小桃交换了一下眼神，说曹操，曹操到，线索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我问道：上去问话吗？黄小桃将敞开的皮夹克拉链拉上，然后把扎起来的头发解开披在肩上，那股锋芒毕露的锐气瞬间收敛几分。他说：先别打草惊蛇，看姐的。他命令王大力先上车去等我们，3人在一起关系不好解释，然后对我伸出胳膊。我心领神会地挽住他的胳膊。我俩来到徐总面前，黄小桃甜甜叫了一声：徐叔叔好。徐总眯着眼睛打量黄小桃：你是？黄小桃提醒说：徐叔叔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我父亲黄鸿运60大寿的时候还来我家做过客呢。徐总恍然大悟：你是黄总的千金呐！瞧我这记性。这位是你男朋友吗？是啊，我们出来逛街，没想到能遇上许叔叔。徐总大气地挥了挥手：真是巧遇啊！黄小姐真是女大18变呐，连我都认不出来了。你们在这里喜欢什么随便挑，我跟经理说一声，算我的。黄小桃装作好奇地问：徐叔叔，你什么时候转行开金店了呀？原来生意不做了吗？徐总哈哈一笑：闹着玩的，比不上你爸的产业，我还在做通讯器材这一块，这家金店呢，只是分散投资而已。黄小桃故作惊讶：通讯器材这一行不好做吧？徐总叹了口气：可不是嘛，这2年呢，又是小米，又是什么三星，更不要提美国的苹果，国内手机业是越来越难做了。不过南江市只有你一家，也算是一家独大了。言过了，南江市的市场竞争也很激烈的。黄小桃一脸好奇地问：徐叔叔，你在这里还有什么竞争对手吗？徐总赶忙岔开话题：还有点私事要处理，改天我去你家拜访你父亲，
到时候再一起喝茶好吗？黄小桃微笑着点点头，好的，许叔叔再见。出门之后，我好奇地问，你跟他认识啊？黄小桃扑哧一乐，根本没见过面。我大吃一惊，我操，不认识还聊得跟老熟人似的。黄小桃解释说，南江市的大企业家就算不认识我爸，也至少听过名字。不过这家伙口风挺严的，没套出太多话来。既然都是生意场上的人，应该可以查到吧。黄小桃叹息了一声，今晚我去我爸那叙叙旧，你要一起来吗？我跟你爸又没说过话，坐一起多尴尬呀。其实我爸前阵子还打听你来着。黄小桃忽然故作神秘地坏笑了一声，我面颊一红，打听我干嘛呀？我爸问我在跟谁交往，我就说是你了。自从王公子犯下强奸案身败名裂之后，就再没提过让我跟他结婚的事情，也没再给我物色别的对象。他叫我有机会的话呢，带你回家吃顿饭。哪里是吃饭呢，分明是去接受黄老爷子的考核。我不禁搔搔头，咱们俩还没到见对方父母的地步吧？黄小桃扬起脸，那你还不得加快速度啊？我俩相视一笑。这时候王大力跑过来说，你们不是在查案子吗？你俩怎么一言不合又开始发狗粮了？这满大街都是你们俩释放的爱的电波呀！我红着脸解释，什么发狗粮啊，我们在讨论案情呢。王大力酸溜溜地说，是啊是啊，讨论的含情脉脉，满面春风啊。黄小桃做了一个拉灯的动作，问他干嘛呢？他说，把这个碍眼的电灯泡给关掉。王大力很受伤地捂着胸口，你们开始觉得我多余了，不要拦我啊，让我就此从这世界上消失吧。行了行了，看你那受伤的样子，姐请你们吃个麻辣烫吧。我们在附近简单吃了一顿午餐，然后我和王大力先回学校去了。隔日一早来到局里，黄小桃召开一次案情讨论会。他通过黄老爷子查到了许志鹏，也就是许总的底细了。许志鹏今年57岁，55岁以前一直给别人打工，2年前才正式拥有自己的上市公司。旗下的爱国手机虽然名不见经传，但却因为高仿苹果手机物美价廉广受欢迎，使他进入南江市富豪榜。这个人用一个词来形容，就是老奸巨猾。他发迹前后大量兼并中小企业，是一个玩无间道的高手。他专门培养商业间谍，打进对手公司，窃走客户名单和商业机密，等对手遭到重创之后，再跑出来收购股票。目前许志鹏经营的业务包括通讯、电子、日化等多个领域。听到这里，我叫道，商业间谍，2年前这些关键词和本案里的徐总完美契合呀。他2年前的竞争对手是谁呢？黄小桃说，这个还不清楚，毕竟他不是凶手，我们也不能公然去调查他。这时候王元朝掏出一份文件扔在桌上，这是我在邱晚霞去世的医院拿到的手术同意书，上面签字的人呢叫做郎俊，据医生回忆是邱晚霞的男朋友，医生对他印象很深的。我问道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当时邱晚霞一开始被医院诊断是肿瘤，手术切除之后呢，竟然发现是癌症，而且扩散到肝脏了。当时郎俊已经拖欠医院许多医药费，院方死活不同意继续手术。最终郎俊跪下来磕头求那个主任，主任说，医院不是慈善机构，我们也要盈利才能生存的。你要是能在1小时内拿出1万块现金，证明你有这个偿还能力，我就给他动手术，否则免谈。结果郎俊连这1万块都拿不出，最后只能把邱晚霞带走。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。黄小桃迅速用手机查了一下，
这个线索太重要了。郎俊当年也是做通讯器材的，2年前突然从南江市销声匿迹，他的这家通讯公司……黄小桃环顾众人，顿了顿，就继续说：“就是徐志鹏现在的公司。”我没想到，案情竟然突破得如此顺利。从目前掌握的线索看，徐志鹏2年前为了搞垮郎俊，把一个女孩整容成邱晚霞的模样送到他身边当间谍。事情败露之后，郎俊一怒之下杀害了他。可是这里面有一个疑点，我说，死者手上为什么会攥着那枚金戒指呢？黄小桃说，当事人已经找到了，咱们手上又有证据，就直接硬攻呗。我摇了摇头说，不，我们其实一样证据也没有。众人惊讶地看着我慢慢地解释说，我们手头上的证据有戒指、烟头、轮胎印这3样。由于金店的数据已经更新了，我们证明不了戒指是徐志鹏的，烟头上面即使有郎俊的 DNA， 也只能证明他当晚去过那里而已，证明不了他和本案有关。轮胎印也是同理。况且话说回来，我们现在所有讨论都是建立在丁旭的叙述这个基础之上，根本就没有法律依据。我这一番话给本来斗志昂扬的专案组泼了一桶冷水。这桩2年前的案件就像隔岸观火一样，虽然锁定了当事人，但距离破案还有一段距离。黄小桃深吸了一口气说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先按兵不动，查出郎俊现在在哪儿，然后慢慢找出他们与谋杀案有关的证据。散会之后，黄小桃问我打算去哪儿，我说没事干，回学校打2把英雄联盟，睡个午觉。黄小桃羡慕地说，你小子倒是挺清闲的，我真想跟你换换。我解释说，骗你的了，我有那么没心没肺吗？我让老幺查丁旭的聊天记录，今天大概有结果了。一想到单独去会了老幺，百般调戏我，就有点头大了。但这点小事还叫上黄小桃，未免有些过分了。黄小桃问，这案子你有什么高招吗？解铃还须系铃人呢，我觉得还是从丁旭入手吧，以他来制造突破口。黄小桃说，你不是说他的话没有法律依据吗？我笑道，所以我正在想方设法把他的话变得有依据，比如说他所说的这一切根本就不是鬼附身，而是当年的目击证词呢。我俩就此别过，回到学校。王大力又不知道跑哪儿野去了，给他打电话，主要是我不想一个人见老幺，跟他共处一室比剥皮还难受。王大力回来之后眉飞色舞地说，猜我今天和谁一起吃了早饭呢？落雪妹。王大力哈哈大笑，猜对了，我跟他聊了一上午，虽然都是聊的你不过也算是很有共同话题了。我眉头一皱，我操，你没有乱说破案的事情吧？王大力一句话差点叫我吐血。没有，我都是实事求是的说的。我脑门上拉下一道黑线，跟你交代几百遍了，不要随便说破案的事情，就不能聊点诗词歌赋什么的吗？王大力这张八卦嘴真是我一块心病啊！学校里流传不少我破案的传奇故事，比如我色诱女杀手失了身，我替人质挡下冲锋枪子弹，我为了打进犯罪团伙吸了毒，等等等等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再怎么严格保密的案子，民间都会有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说和猜想。但我作为这些传奇的当事人，也只有哭笑不得的份儿了。我们俩来到老幺宿舍，老幺跟猴子一样蹲在椅子上，正在玩绝地求生呢。我问他，聊天记录查到了吗？老幺不紧不慢地回答，哎呦，我的小宋宋，你猜
今天我在游戏里遇到谁了？就是你贼喜欢听的那个紫金呐，我和他玩了好几局呢。至于聊天记录嘛，查到一个，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。我说，让我瞅瞅吧。老妖摆摆手，稍等一下啊，看我把这帮人给秒了。说罢，他按下 F1 键，立即满屏爆炸，把对手全都秒了。原来这是他自己编写的外挂吃鸡程序，正在测试。我鄙视地说，原来这些外挂就是你这种人搞出来的呀。老妖笑嘻嘻地说，哎呀，利用所学造福社会嘛，跟你做的事情本质上是一样的啊。行了，你自己看吧。老妖把聊天记录保存在一个文档里，是丁旭和一个网名叫般若的女子留下的，时间大约在2年前，最后一次聊天是案发前一天，时间正好吻合。我一目十行地看着，一开始两人闲聊一些明星美食的话题，后来般若就开始透露自己的个人生活。他说他被一个有钱的霸道哥哥收养了，他也很喜欢霸道哥哥，只是他的身份决定他会背叛他，字里行间透露出般若内心的矛盾和纠结。再后来，般若自称邱晚霞，说他很快就要完成任务离开霸道哥哥，但他有点不舍得，想把一切对霸道哥哥全盘托出。丁旭劝他不要干这傻事。后来丁旭向他表白了，说希望能够作为他的依靠，让他不要再参与那些危险的事情，但是邱晚霞拒绝了他。最后一次交谈，邱晚霞说永别了。丁旭发了许多条你在哪儿，我过去找你。我试着推测后来发生的事情，邱晚霞去对郎俊坦白一切，郎俊恼羞成怒折磨他，并且把他杀掉了。站在丁旭的立场上，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自然而然的。我问老妖，从 QQ 能定位一个人的位置吗？老妖想了想，2014年以后的新版是可以的。说了一声谢了，老妖阻拦说，就一句谢谢呀，没什么物质表示吗？说完，他贼兮兮地挑了一下眉毛。如果有表示的话呢，我就把紫金的微信号告诉你。我说，好吧，你刚刚搞的那个外挂呢，卖我一份。老妖惊喜交加，哎，你也玩这个呀？算你个优惠价，200块钱吧。于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我拿了一个 U 盘把他外挂给装走了，然后我冷笑说道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管理条例，开发销售外挂是违法行为，现在人赃俱获，你还想要物质奖励吗？老妖没想到我会阴他一下，惊讶的张张嘴，算你狠。一直被他调戏，总算扳回一局，我心中平衡多了。这段聊天记录证明，丁旭是整个事件的旁观者，那么他所说的话现在有现实依据了。黄小桃那边的进度倒是挺顺利的，下午我赶到局里的时候，他已经查到了一些重要线索了。原来郎俊和许志鹏2年前是生意上的伙伴，郎俊占有公司40%的股份，许志鹏占了20%。后来郎俊突然将自己的股份让给了许志鹏，耐人寻味的是，合同签署的时间正好是案发当天。整个案子至此似乎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了。许志鹏2年前派出一个商业间谍去刺探郎俊的情报，这个女孩却爱上郎俊，把这一切对他全盘托出，郎俊恼羞成怒地将他杀掉。之后许志鹏拿这个事情作为要挟，逼郎俊把自己的股份转到自己名下，于是许志鹏就成了公司的所有人了。然而这里面有一个解释不通的地方，就是被死者攥在手里的许志鹏的戒指。我隐隐觉得这枚戒指的存在甚至可能颠覆整个案子。黄小桃问，对了，今晚许志鹏要去参加一个慈善派对，我们再去会会他们，
一听要去这种正式场合，我就头大了。我说：“需要邀请函什么的吗？”黄小涛掏出一张局长签署的协查令，笑道：“你看这份邀请函够分量吗？”和黄小涛说完话之后，我就跑到他的办公室里坐着，思考整个案件，连晚饭都没吃。8点钟，王大力和黄小涛从外面进来。黄小涛问：“宋阳，你一个人在这里沉思什么呢？连灯都不开啊？”他随手拉开灯，我看见王大力一身西装革履，我好奇地问：“大力，你去面试啊？”黄小涛扑哧一乐：“你健忘啊，不都说了晚上见许志鹏吗？王大力说啊，想去凑凑热闹。”我一拍脑门，差点把这事儿忘了，站起来说了一声走。王大力问我们俩不用换正装吗？我说带协查函呢，换什么正装啊？王大力急道：“那我要不要把这件衣服换了呀？我还是找宿舍老大借的呢。”黄小涛拍拍他肩膀：“不用换了，就这身行头啊，说不定还能勾搭一个富婆什么的。”我们3人驱车来到派对现场。今晚的派对是国际动物保护机构发起的，主题是保护环境、保护动物。反正有钱人随便找个理由就能开派对了。派对现场自然是一派祥和气氛。王大力学着有钱人的范儿，端着一杯香槟在人群中走来走去的，但是架子还是有些拘谨。结果有个富婆叫住他：“服务生，拿条毛巾过来。”我和黄小涛乐得不行。王大力一脸受伤地说：“我看着像服务生吗我？”黄小涛说：“你还是老老实实吃点自助餐吧。”王大力咬牙说：“怎么能临阵退缩呢？这么大好的机会，我得找人聊聊天，发展一点人脉啊。”黄小涛打了个响指：“祝你好运。”结果王大力溜达一圈，铩羽而归，还死要面子地说：“这帮有钱人的话题真是没劲。”黄小涛开导他说：“用不着跟这些人攀交情，自己创自己的业就是了。等你哪天有钱了，你放个屁都有人说是香的。”王大力点头说：“小涛姐姐说的极是啊。对了，你小子一直说创业的，到底要创什么业啊？需不需要姐帮忙啊？”王大力支支吾吾地回答：“暂时保密，很快你们就知道了。”这时候黄小涛突然直勾勾地看向一个方向：“各单位注意，目标出现。”循着他的视线一看，许志鹏正舔着大肚子跟几个人谈笑风生呢。我们从人群中穿过，来到他的面前。许志鹏呵呵一笑：“哎呀，这不是黄小姐吗？幸会幸会。”黄小涛笑道：“许先生，上次见面我没说自己的职业。”许志鹏说：“敢问黄小姐在哪儿高就啊？”黄小涛亮出警官证，许志鹏的脸突然像霜打的茄子一样，他微微皱眉：“哎呀，原来黄小姐是位警官呢。失敬失敬。不知道你们几位找我有何贵干呢？”我说：“许先生，进一步说话吧。”我们来到一个角落，黄小涛亮出协查函，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。许志鹏沉吟说：“我听明白了，你们在郊区发现一具死尸，就怀疑跟我有关。但我可以拿人格担保，我徐某诚信经商，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。”我一直打量他那几根胖胖的手指头，之后掏出那枚金戒指，问道：“你认识这个吗？”许志鹏微微一惊：“不认识。”我又掏出手机，给他看一张照片，上面是3只小老鼠的尸骸。我继续问：“那这个呢？”他嘴硬的否认，但是他的微表情却出卖了他。这2样东西他都是认识的。我给他看这2样东西，正是为了试探他的反应。来此之前我仔细考虑过，
这枚戒指在整个案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？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一切推测仅仅是来自于丁旭所说的故事版本。我试着将所有细节拆开，再重新组合，发现这个案子可以有另外一种面貌，而许志鹏看到郑武的反应正是我缺少的最后一块拼图。我盯着他的眼睛说：许先生，我想讲一个故事，一个关于阴谋和算计的故事。曾经有一对生意伙伴，分别叫甲和乙，他们共同拥有一家通讯器材公司。2年前，这家公司研发出某款手机上市之后，好评如潮，公司也顺利上市了。两人便开始了勾心斗角，都想把对方的股份据为己有。甲方通过调查得知，乙曾经有一个初恋情人，于是他找了一个相貌酷似乙初恋情人的女孩，并且做了整容，并把她送到乙的身边，企图窃取商业情报。没想到这个商业间谍竟然爱上了年少多金的乙，甚至把甲出卖了。老谋深算的乙并没有就此罢休，他绑架这个女孩，用各种手段折磨她，逼迫乙签下了那股份转让合同。股份得手之后，那个女孩再留着就是祸害，于是甲将她杀掉灭口。却没想到天意弄人，女孩竟然临死前偷了他的金戒指。也正是这枚戒指指引我们找到了真凶。说完之后，我冷笑了一声：许先生，这个故事精彩吗？王大力和黄小头用错愕的眼神看着我，他们大概没想到凶手竟然从郎俊变成了许志鹏。许志鹏听罢之后满头大汗，手抖得连酒杯都拿不稳了。这个反应和我料想的一样，我心中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。许志鹏强词夺理，一派胡言，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讥讽说：那你紧张什么呀？我有说过主人公是你吗？许志鹏就像被扇了一个耳光似的，大张着嘴，呼吸急促，额头上挂满晶莹的汗珠。黄小桃趁热打铁地说：许先生，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，老实交代吧。许志鹏突然一摔酒杯，大怒起来：我没有杀人，他的死跟我无关。我针锋相对地说：那利用他要挟郎俊的事情呢？顶多只能算是故意伤害罪罢了，合同是郎俊自愿签的。他突然哑口无言，我冷笑说：你承认了。许志鹏的嘴唇哆嗦着，突然提高声音：不要耍这种手段，有本事拿出证据来呀！没有证据，我要告你们污蔑。说罢，许志鹏转身走了。王大力询问说：要逮捕他吗？黄小桃解释说：我们拿的是协查函，不是逮捕令，没有这个权限。对了，宋阳，你为什么会想到许志鹏是凶手呢？我神秘一笑：很简单呢，因为整个事件里面许志鹏是最大受益者，还有就是那枚金戒指。黄小桃打了个电话，密切派人监视许志鹏。我们准备离开派对现场，临走的时候，王大力装了一口袋巧克力，我骂道：瞅瞅你那出息。这时候人群中传出一阵尖叫，有人大喊：杀人了！我们回头一看，只见许志鹏倒在血泊里，身上到处是玻璃碴子，一个男人手里抄着破碎的香槟酒瓶。我一眼就认出来，这男人就是我们要找的郎俊。他比2年前的照片要沧桑不少，虽然年龄不过40岁，鬓角却已经出现不少的白头发。我们立即冲过去，黄小桃亮出警官证，大喊：警察，放下武器！郎俊眼神一变，突然把许志鹏拖起来，用碎瓶子顶住他的喉咙，喝道：不许插手，我要杀了这个伪君子！
许志鹏只是被砸晕了，这时候醒了过来，吓得尖叫一声：“狼哥，有话好好说话，不要冲动嘛！警察还在这里啊！”郎俊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这个卑鄙小人，当年把我害得好惨呢，你还杀了我的心上人，我今天要你血债血偿！”许志鹏语无伦次地说：“听我解释，我没有下令杀他，全是我手下那帮酒囊饭袋干的。那天晚上你不也是赶到现场了吗？”郎俊暴吼了一声：“住口！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咽气了。”说完，郎俊手中玻璃碴子刺进了许志鹏肥厚的下巴，渗出一些血。我说：“郎俊，整个事件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他自会受到法律制裁，你何苦搭上自己的大好年华呢？”郎俊冷笑了一声：“哼，大好年华，从那天晚上之后，我就已经是行尸走肉了。我每天都在幻想着手刃仇敌的快感。”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郎俊整个人已经快要失去理智了。如果这时候丁旭在场，或许能劝住他。我低声对黄小桃说：“能把丁旭找来吗？”黄小桃深吸一口气：“来不及了，我上。”我大吃一惊：“你？”黄小桃突然两眼一翻，倒在地上，把王大力吓了一跳。我这才明白他的计划。邱晚霞能够附在丁旭身上，为什么不能附在他身上呢？他打算扮演邱晚霞。我抱着黄小桃大声喊他，突然他睁开眼，一脸茫然的四下张望，然后眼神直勾勾的看着郎俊，哭喊道：“霸道哥哥，是你吗？”郎俊瞪大眼睛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这世上只有一个人会这样害我，你是？黄小桃满脸悲痛地说：“那天晚上托梦给你的正是我。”郎俊惊叫了一声：“啊，你真的是小霞？你为什么会附在这个女人身上？”黄小桃回答：“因为我太想见你了。”说着，他慢慢接近郎俊，对比郎俊那张惊喜的脸，许志鹏则是一脸惊慌。黄小桃从丁旭那里揣摩来的演技比丁旭本人还要自然真实，差点连我都信了。郎俊突然后退一步，一手薅住许志鹏的头发，对着众嘉宾怒声吼道：“许志鹏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当着小霞的亡灵，我要你供认自己的罪行。”许志鹏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真的没杀人。”郎俊狠狠攥了一下他的头发，许志鹏疼得叫了一声，瑟瑟发抖地说：“我招，2年前我曾经用一个女孩的性命逼迫朗哥签下股权转让协议，然后把他丢在荒郊野外，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死啊！”听到这句话，我愣了一下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似的。郎俊的突然现身，许志鹏的亲口供认，这一切都太完美了，完美的不像真的。郎俊把许志鹏扔在地上，过去和黄小桃拥抱。我真担心他跟黄小桃来个深情的吻。幸好这时候黄小桃又开始浑身抽搐，装作迷晕过去的样子。等他醒了之后，一脸茫然地问道：“我刚刚怎么了？”说着冲我挤了一下眼睛。黄小桃打电话叫警察来收拾现场。郎俊动用暴力，许志鹏招供自己绑架杀人事实，自然得回去接受审问了。警察来之前，我过去问郎俊几个问题。我问道：“这2年一直在干什么呀？”“浑浑度日罢了。”我说：“具体一点。”他说：“这2年到处筹措资金，准备东山再起。可是许志鹏断了他的所有后路，让他根本就爬不起来。他一直在酝酿着向许志鹏复仇，直到几天前，他梦见当年爱过的女孩全身腐烂地出现在梦中，说自己死得好惨，
于是他跑到女孩当年葬身之地，结果发现那里有人，就惊慌失措地跑了。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，他今天才跑来找许志鹏算账，恰好我们又在场，才没有酿成悲剧。我很想听听他的版本，于是他说起2年前发生的事情。当时他正处在事业上升期，全身心地忙工作。这时候，一个和他初恋情人酷似的女孩出现在他的生活之中，自称小霞。他和小霞重温旧梦，相处得异常甜蜜，也对她产生了感情。可是小霞的神情举止似乎有什么事情对他隐瞒。他派人秘密调查小霞，得知对方竟然是许志鹏安插的商业间谍。郎俊顿时有一种被人欺骗的感觉。他找到小霞质问这一切，小霞哭着承认了。他甩给小霞200万分手费，就此各奔东西。知道了许志鹏的狼子野心之后，他开始各方奔走，准备在股东大会上将许志鹏弹劾。谁料这时候许志鹏玩起了阴招。某天晚上，许志鹏打来一个视频电话，画面里几个膀大腰圆的大汉正在凌辱小霞。郎俊当时就暴怒了，大吼着问他到底想干什么。虽然小霞仅仅是邱晚霞的幻影，但他对小霞还是有真感情的。许志鹏正是要利用这一点，逼迫郎俊把手里的股权转让给自己。那是郎俊奋斗了10年的心血，当然不会同意了。许志鹏的手下竟当着他的面把活老鼠塞到小霞的身体里，小霞叫得撕心裂肺。郎俊终于动摇了，在合同上签下了字。许志鹏拿到合同之后，冷冷地抛给他一句话：人给你扔在某地了，你赶紧去救他们，去晚了估计就凉了。郎俊疯了一样跑到那里，看见小霞躺在一个坑里，身上扮演着黄土，已经没有呼吸了。郎俊当时就崩溃了，哭了很久，然后他亲手把小霞给埋葬了。听到这里，我有一个大大的疑问：你为什么不报警？郎俊面色阴沉地说：报警太便宜他会找最好的律师给自己开脱罪名。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我要让他一无所有，身败名裂，方能泄我心头之恨。我说：你知不知道，小霞临死前手里还攥着许志鹏的戒指，他这么做就是希望有人能够让他沉冤昭雪，你却放弃了。郎俊用双手扳着我的肩膀：你说什么？我摇头叹息说：案子都结束了，说这些也没用，总之祝你好运吧。就在我说案件结束的一瞬间，郎俊的嘴角不易察觉地翘了一下。我突然觉得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案件进入收尾阶段，我们查到了不少关于郎俊的事情。此人是一个典型的天蝎座性格。10年前，他因为支付不起医疗费失去初恋情人，后来他拼命地出人头地，然后把所有得罪过他的人全都报复了。当年那个刁难他的医院主任，被他雇人在下班路上活生生打断一条腿。几个不肯借他钱的朋友，他用栽赃陷害等手段让他们一个个身败名裂，其中还有一个被逼自杀的。这些都是陈年旧案，虽然有违法嫌疑，但没有犯法，所以他在拘留室待了1天就走了。从他这种极端的性格来看，当年选择不报警，自己想方设法复仇，似乎是说得过去的。许志鹏供认自己当年所做的事情，只是有2件事情和我们设想的有出入。一是他没有下令杀掉小霞，把小霞扔到荒郊野外是手下去办的，这件事情已经无从查起，
因为他当年雇佣的黑社会打手早就因为犯下别的事情被枪毙了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遗失的戒指，他说自己根本就没有这枚戒指，收购金店跟这也无关，那是一个老板低价转给他的。他矢口否认了这2件事情，似乎是不愿意承认杀人的事实。警方态度虽然强硬，可是我们确实没有掌握确凿证据，即便进入司法流程也不太好定罪。黄小桃的建议是对许志鹏深入彻底的调查，直到找出杀人罪证为止。我摆摆手，先不着急，这案子先放一放，这2天先放松一下，看场电影，做一个头发，或者跟帅气的小顾问吃个饭。黄小桃好奇地问：苏阳，自从那天派对回来之后，你就变得怪怪的，这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啊你？我笑道：想知道吗？咱们去个地方，带上一个人。我打算带丁旭回到发现尸体的地方。丁旭还是一身女装打扮，这2天阳间油让他精神变好了一些，一路上都在喋喋不休地聊化妆品和美食。我们来到那片荒地，丁旭神情一变，死活不愿意下车。送我回去，送我回去！我正色说：你乖乖配合，我们只待5分钟，回去之后给你买一件最好看的裙子，好吗？丁旭摇头晃脑地说：切，你个小屌丝，有钱吗你？我顿时有种想骂人的冲动，但还是忍住了。下车之后，丁旭在荒地上采了几朵花戴在脑袋上，转身问黄小桃：姐姐，我美吗？太美了。然后低声问我：带他来这里干嘛呀你？我神秘的一笑：驱魔。我叫住丁旭：小霞，我们已经查明你的身份了，你原本是一名酒店服务员，因为长相酷似郎俊的初恋情人，被许志鹏相中去做商业间谍，整天撒谎的生活让你倍感压抑，于是你交了一个网友，向他倾诉你自己的烦恼。这个就是你现在依附的这具身体的主人，丁旭。丁旭扎着长长的假睫毛，那又怎么样？整个案子从你的叙述开始，完全就是一场罗生门。3个人各有一套说辞，每个人的说辞都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，而你提供的版本让我们所有人先入为主。但现在再回头看的话，就会发现漏洞百出。丁旭有点生气地说：胡说八道，我说的才是事实。我冷笑一声：是这样吗？你说郎俊剖开你的肚子，往里面塞小老鼠，你说殴打你的人是他，还有你自称怀了他的孩子，而他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，所以才对你发火。丁旭咬着嘴唇不说话。我继续说：这一切只是你自己的脑补，建立在你目击的一部分案件基础之上。你根本不是鬼附身，你就是丁旭。丁旭跺着脚吼道：你少在这儿颠倒黑白了，我不是小霞的话怎么可能？我举起2张纸，一张是丁旭消费时候留下的签名，另外一份是我叫黄小桃随便写的。我说：这2份笔记分别是你和小霞的，一个人的笔记是很难改变的。丁旭瞪大眼睛，身体不停地哆嗦。我一字一顿地道出结论：你那天晚上目击了小霞的死，却因为胆小没有出手救她，你心怀愧疚，之后你跑到这里挖出尸体，看见了她穿的衣服和肚子里的老鼠，但你还是没有勇气报警，你害怕被人报复。你对自己的软弱无能痛恨到了极点，于是渐渐产生另外一个人格，你变成小霞，
正是为了化解心中的愧疚。丁旭嘴唇哆嗦着，突然跪在地上捂脸痛哭，声调也逐渐变得正常。他一边哭一边说道：“我真是一个软弱卑鄙的人，我恨我自己，原谅我吧，小霞。”黄小桃震惊的嘴都合不拢了。我微笑说：“心魔走了。”我走到丁旭面前说：“你为什么会认为是郎俊虐待小霞？因为你看见他杀掉小霞，对吗？”丁旭一边哭一边点头。我叹息说：“事已至此，把你当时目击到的一切告诉我们吧。”丁旭吞吞吐吐地说起来：“2年前他在网上认识小霞，2个人聊得很投机，丁旭渐渐对小霞产生了好感。可是他一直以来都有深深的自卑心理，知道小霞见到他真人肯定不会喜欢的。后来小霞说自己被一个大老板派去接近某个人当商业间谍，丁旭对他担心的不得了，不止一次劝他不要再过这种生活了。但小霞已经回不了头了，因为她每天都有漂亮衣服穿，有美食，有帅气的霸道总裁陪伴，这是一件每一个玛丽苏情节的女孩都向往的生活。小霞渐渐爱上自己本该欺骗的对象，还傻乎乎的和盘托出一切。郎俊一怒之下甩给他一笔分手费，叫他滚蛋。小霞心灰意冷，对丁旭倾诉了很多。丁旭误把这个倾诉当成好感，鼓起勇气向他表白，却被拒绝了。就在丁旭打算把他从好友列表中删除的当晚，小霞突然发出一句永别了。丁旭抓狂地问他在哪儿，最终通过他 QQ 定位就找到小霞的位置。只是当他赶到的时候，看见一个男人正用脚狠狠踩着小霞的喉咙。丁旭吓呆了，他躲在草丛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他亲眼看着小霞咽下最后一口气。那个男人往小霞手里塞了一样东西，便把她的尸体埋了。等男人走了之后，丁旭趴在草丛里哭了很久。他拨通了110，听见警察的声音之后又立即挂断，因为他不敢得罪自己想象中财大气粗的有钱人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丁旭都活在深深的自责中。1年之后，他跑去刨开小霞的坟，当看见下面严重腐烂的尸体时，吓得赶紧把尸体掩埋了，继续缩回自己懦弱的外壳之中，逃避这一切。在这种自责的煎熬之中，他开始做奇怪的梦，梦见全身腐烂的小霞来找他，梦越来越频繁，最后他连清醒的时候都能看见小霞的影子，听见她的声音。再后来，他自己就变成了小霞。听完之后，虽然我已经猜到当晚杀死小霞的人是郎君，但还是确认了一下。我把郎君的照片递过去，是他们。丁旭哭着点点头。黄小桃呆呆地看着我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宋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角色完全颠倒了。”我冷笑连连。听我在这里解释，还不如听他本人说的更加精彩。现在就去吗？耐心点，他可以等2年，我们也可以等。等他以为自己高枕无忧的时候，我们再去戳穿他的嘴脸。我安慰了丁旭几句，老实说，我对他这种极其懦弱的性格真是又同情又鄙视。但他的精神病刚刚好转，我也不能说太重的话来刺激到他。丁旭对我们意义重大，能否给郎俊定罪全靠他的目击证词。把丁旭送到学校之后，
黄小桃急不可待地去找郎俊，以他的性格怎么能容得了一个罪犯逍遥法外呢？一天都不行。我说，明天我们去见他吧，你难得来一趟我们学校，我怎么也得请你吃顿饭不是吗？黄小桃皱眉，心里装着事情，今晚肯定我睡不着了。我走过去说，跟你道歉还不行吗？黄小桃笑着看我，你的道歉也太没诚意了吧。我在他嘴唇上轻轻吻了一下。这样呢？好啊，你小子现在学会偷袭了，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腼腆害羞的小正太吗？然后他把座椅一放，一翻身压到我身上，他那散发出淡淡香味的胸口压在我身上，让我的小心脏又扑通扑通跳了起来。这时候有2个男生从外面经过，其中一个探头探脑地往里面看，幸好车窗贴了隔热膜，外面男生就问道，里面玩车震吗？另外一个男生说，我操，小心人家出来揍你，赶紧走吧。这个小插曲把我们吓得不敢乱动。等男生走开之后，黄小桃笑盈盈地问道，继续吗？我回答 Why not？ 黄小桃凑了过来，一亲芳泽，这感觉令我满心的甜蜜呀。隔日一早，我和黄小桃来到郎俊的公司。其实我想再晚一点找他，可能是出自个人品味和恶趣味。那一天派对之后，南江市各大媒体都报道了当晚发生的事情。郎俊很快高调坐回总裁的位置，我想让他以为自己赢了，再狠狠把他拉下来。这对于这个铁石心肠的家伙无疑是最好的打击了。可是黄小桃一天也不愿多等。秘书带我们见到郎俊，他穿着一身名牌西装，气色也红润，举手投足也是成功男人的范儿了。见到我们之后，他把双手拢在一起，放在桌子上。二位找我有何贵干呢？是不是需要我出庭作证啊？从肢体语言上来说呢，把双手拢在一起是一种防御姿态。我说，是的，需要你出庭，站在被告席上。郎俊微微扬起了眉毛，换了一个更加戒备的姿势，把双手紧紧抱在胸前。他咧嘴一笑，你是在说笑话吗？我冷声说，要把整个事件从头说一遍吗？郎俊耸耸肩膀，虽然他肢体语言很丰富，眼神却格外紧张。洗耳恭听。我开始诉说，整个案件前半段和他之前说的是一样的。许志鹏说，他把人丢在郊外之后，郎俊赶来，发现小夏还活着，岂止是活着，他当时根本就没有生命危险。望着被人糟蹋和虐待过的小夏，郎俊突然产生了一个扳回一局的主意。小夏活下来没有太大意义，让他死去却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，于是他毫不留情的就杀了小夏，然后把一枚金戒指塞到小夏的手中。之后他开始暗中布局，想方设法让那家金店成为许志鹏的产业。如此一来，有朝一日警察查到戒指这个线索，自然而然就会认为是许志鹏想毁掉线索。郎俊等了2年，当他发现警方开始调查这桩案子的时候，便开始摘取胜利果实，在派对上公然上演一场戏，让所有人都知道许志鹏当年干的事情，就连许志鹏自己都以为是办事不力的手下害死了小夏。2年的等待并非没有意义。原来的小公司在许志鹏的运营之下，已经变成一家大公司。最巧妙的是，那份股权转让合同是许志鹏逼迫郎俊签下的。当许志鹏伏法之后，那份合同便不再有任何法律效力，郎俊又拿回了自己的股权，而且得到了比原来更加庞大的产业。许志鹏是个卑鄙小人，
但他远没有郎俊高明。郎俊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伪君子，为了利益可以轻易杀掉一个自己喜欢过的女人，然后巧妙的顺水推舟，变成为最后的赢家了。我说完之后，郎俊慢悠悠地鼓起掌来，很精彩呀，但这些只不过是你的推理罢了。你有证据吗？我和黄小桃相视一笑，就料到他会说这句话。我说，我们有人证，目击者，目击你的犯罪全过程。郎俊咬牙说，这不可能。那天晚上，你不知道小霞有个网友吧？他那天跑去救小霞了，正好看见你的行凶过程。郎俊瞪大眼睛，不，这绝不可能，你们在诈我。黄小桃掏出逮捕令，少废话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郎俊被司法拘留之后，把一切委托给律师处理。丁旭已经同意出庭作证，虽然这个官司后来打了相当长一段时间，但最终还是给郎俊定下了谋杀罪名。我试图揣测郎俊的心路历程，初恋情人死后，他变成一个彻头彻尾冷血无情的人，为了出人头地可以不择手段。小霞在他眼中并没有那么重要，她仅仅是一枚棋子而已。站在小霞的立场上，这实在是一个悲剧的故事。她以为自己爱上一个霸道总裁会像玛丽苏小说里一样，虽然有曲折，最后一定会是甜蜜的收场。可是双方都仅仅是在利用她而已。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分钟，心上人跑来找她，她以为一切都过去了，然而看见的却是一张阴险算计的面孔，以及一只狠狠踩住她喉咙的脚。案件结束之后，我和黄小桃去外面散了一会儿步，我们俩心里都有太多感慨。黄小桃说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没弄明白呢。什么？鬼附身的事情好解释，但小霞托梦又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她的亡灵真的存在吗？我摇头说，我很想说这只是巧合，可我衷心希望她的亡灵是存在的，知道自己的冤屈被洗刷了，可以安心的去投胎。黄小桃叹息说，女人把爱情当成人生的全部，但是男人却永远把事业放在第一位，也许这才是悲剧的根源吧。在你心目中，我占多少分量呢？问完之后，黄小桃立马就后悔，摇了摇头，算了，我不想知道答案。男人都是没有情调的动物。我捧起他的脸，笑着刮了刮他的鼻子。不啊，你就是我的心中的全部。郎俊的案件结束之后，王大力跟骆悠悠发展的挺顺利的，经常一起吃饭，一起散步。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，大概能够顺利脱单。作为兄弟，我由衷的替他感到高兴。距离毕业仅剩下最后1周时间了，我们宿舍4个人租了几件学士礼服，在校园各处拍照留念。班级同学一起吃了一顿散伙饭，酒过3巡之后，不少人都伤感的抱头痛哭。无论有多少缺憾和不完美，这4年大学时光都是每个人最宝贵的青春记忆，是我们永生难忘的岁月。吃完散伙饭第2天，王大力神神秘秘地说要带我去个地方，看他那副兴致高昂的样子，大概是个好消息。他开着车带我来到一家日化店，主要卖一些女性日常用品。我看见架子上是琳琅满目的卫生巾，便问道，哎，给人家悠悠挑礼物呢，不用拉上我呀，我又不懂这个。王大力扑哧一声乐了，嗨，你见我送人卫生巾的吗？哎，
进来说。他硬拽着我进了店，店里几个理货的店员一起喊老板好。我惊讶的合不拢嘴，这就是你开的店啊？王大力说，你那什么表情啊？我又没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，正经买卖好吗？哎，怎么样？没想到我会弄得这么有声有色吧？我一阵汗颜，这跟我的想象着实有点差距啊。我信手拿起一包小熊嘟啦牌卫生巾，突然想起哪儿见过，一拍脑袋，哎，这不是叶世文他老爸公司生产的吗？王大力笑道，是啊，哎，这个店能开起来多亏他帮忙。我们出去吃顿饭，哎，一边走一边说。王大力对我说起他开店的过程。叶世文去年退学之后啊，去他爸的公司干活了。他很务实的从基层干起，东奔西跑去拉订单。过年期间，他跟王大力在网上闲聊，说想在南江市搞一个分销点，正好王大力有创业的打算，两人当下一拍即合。王大力利用我给那笔钱把店铺租了下来，又装潢又招员工，颇费了一番心血，到昨天才正式开张营业。店里所有商品都是从叶世文那里拿到货的，是出厂价，盈利所得叶世文抽10%，40%归我，剩下50%用于运营这家店，卖不掉呢也不怕赔本。有叶世文这富二代兜着底，是旱涝保收啊。别看卫生巾是一个不起眼的玩意儿，哪个女孩子不用啊？可以说是刚需产品。而且这玩意儿生产成本很低，只要包装精美一点，价格就能翻番。用王大力的话说啊，简直就是软黄金呐！听他口若悬河地说了这一段，我惊讶地张大嘴巴。可以呀，你小子不动声色的就搞起来了，真让我刮目相看呐！王大力笑道，嘿嘿，全靠你那笔启动资金了。对了，咱们俩要不要签个股权合同啊？我连连摆手，签个毛线合同啊？开张亏3个月道理我是懂的，创业初期呢也不容易，不用管我的分成，先把店铺弄起来吧。王大力指了一个饭店就说，我们到了。随便找个麦当劳不行吗？用得着这么铺张浪费吗？王大力哈哈大笑，这顿饭不用我掏钱的，走走走。等我们来到包间，叶诗文从里面迎了出来。他穿着一件休闲西装，在外面磨练这半年，少了几分桀骜不驯的锐气，多了一些成熟和稳重，比第一次见他的时候顺眼多了。久别重逢，少不得一番寒暄。叶诗文叫服务员把菜送上来，一杯白酒下肚之后，眼眶有些湿润。宋哥呀，听大力说啊，你这半年又破了不少案子，跟你比起来啊，我这半年经历实在是乏善可陈。听说你们马上要毕业了，哎呀，多好希望能和你们站在一起拍毕业照啊！我说，既然都走这个路了，就不必后悔。你羡慕别人的同时，不少人还羡慕你呢。叶世文叹息说，可惜遗憾终究是遗憾。昨天回到南江市的时候啊，我去阿娟的墓前站了很久，往事历历在目，我对她的遗像哭了很久很久。说着，他眼圈一阵发红。王大力打圆场说，叶哥，开张大吉的日子不要说这些伤感的话题，咱们哥仨干一杯啊！叶世文揉了一下眼窝，端起酒杯来。好，不提这些了啊，祝我们这次合作愉快。接着我们正儿八经地谈了一点生意上的事情，我对此没有任何经验，主要是他们俩在讨论。王大力这家店不光是实体店，同时是一个覆盖南江市的供销点，但目前供销渠道还没有打开，也就是说我和王大力得去各大超市商场跑动，推销这款卫生巾，建立良好的供销渠道，我们才有钱挣。
仅靠店面平时售出一点是无法维持运营的。王大力说：“杨子，毕业以后呢，不能再待学校了，我在外面租了个房子，咱们俩还住在一起啊，有空呢就出去推销卫生巾。反正我们自己是老板嘛，也用不着打卡，时间很自由的。小桃姐姐需要你的时候啊，你就过去。”一想到未来的生活，我就有点犯愁。哎呀，这玩意儿真的好推销吗？叫我干销售可没那么拿手啊。叶诗文说：“我相信以宋哥的智商，没什么是成问题的。”我惭愧地低下头，不是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打过工，不要说什么推销了，发传单的工作经验都没有啊。王大力说：“你是没打过工，可是你拿的破案奖金比同学里面谁打工挣的钱都多呀，而且黑白两道通吃，简直是老母牛不下崽，牛逼坏了。”叶诗文解释说：“推销很容易的，吃完饭呢，我带你们去实践一下。”吃完饭，我们找到一家超市，叶诗文拿着一包卫生巾找到超市主管，滔滔不绝一通推荐。主管表示可以试着零售一段时间，销量可观的话就考虑合作。叶诗文一拍胸脯就叫道：“没问题，我先给你送100箱过来。”出了超市，王大力跃跃欲试，准备再去其他几家超市推销。这时候我接到黄小桃的电话，简单交谈几句之后，我说：“抱歉，我得去一趟局里。”王大力点点头：“你去吧，我把业务摸熟了再教你。”临走的时候，我要了一包卫生巾，打算送给黄小桃。我心中对自己说，没什么丢人的，以后哥就吃这碗饭了。来到局里，黄小桃见我拎着一个纸包，好奇地问：“你小子还给姐带了礼物呀？”我掏出卫生巾递过去，一点小心意。黄小桃看见这份别致的礼物，愣了半天。听我说明原委之后，她乐得捧腹大笑：“你们年轻人真是敢想敢干的啊！这种生意都能想出来。姐笑纳了，试用一下，再告诉你感想。”我问案子是什么，黄小桃的笑容突然就收敛住了，叫我去看谷寮，也就是那间专门给我用的仓库。自从上个案子之后，我把常用工具都放在这里，钥匙只有我和黄小桃有，省得每次拎一大包过来。只见停尸床上躺着一具男性的尸体，喉部被切开一道口子，死者嘴唇中间非常醒目地叼着一根香烟。我戴上手套，取下来一看，竟然是一根红塔山。这个特殊的标记立即让我想到了一个人，邓超。我沉着脸对黄小桃说：“还记得邓超越狱那天，我们俩去监狱时，我给他塞的一包红塔山吗？”黄小桃点头。看见尸体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就想到是他了。这个标志简直就像亲笔签名一样，不会错的。邓超消失几个月之后，又卷土重来，而且偏偏是在我们即将毕业的时候，我心里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我回去那些念头，开始验尸。死者是一名45岁左右的中年男子，蓄着脏兮兮的络腮胡子，给人一种不修边幅的邋遢感觉。身上还有一股浓重的酒味，感觉是一个收入不高的单身汉。死者衣服上沾满灰尘和杂草，裤子有脱拽的痕迹，似乎是死后被人移动过。他的领口、袖口和口腔里都残留着一股浓重的酒味，脸色也是有些发红，死前大概处在醉酒状态。死者的右手食指和拇指里有泥土，我用动幽之瞳仔细看了一下，里面没有血迹和皮屑，应该是死前留下的。然后我把死者口袋里面的东西一样样取出来，
一部用旧的智能手机，一串钥匙，半包7匹狼香烟，一块脏兮兮的手帕，还有一张折叠起来的纸。打开一看，竟然是法庭的传票。我递给黄小桃看，他说：“我给法庭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”黄小桃走后，我将死者的衣服小心翼翼地脱了下来，用手活动了一下死者的关节，摸一摸肌肉的僵硬程度，掰开瞳孔看了一下，推测出死亡时间为10小时左右。当我把衣服放在一旁的时候，发现背后有斑斑点点的水渍，非常简单。我一时间想不出它是怎么留下的，暂时不去考虑它了。我用听骨木听了一下死者躯干部位，死者内脏完好，只有支气管中堵塞了大量凝固的淤血。喉部的割伤非常干净利落，几乎是一刀毙命，绝大部分血都逆流进气管中，伤口周围淹了一大块凝固的血迹，微微呈现出手掌的纹路，死者的手掌也沾了一些血迹。人被割喉之后是不会立即死亡的，实际上割喉造成的窒息才是真正的死因。死者被割喉之后，立即下意识用手捂住喉咙，试图止血。望着这专业的刀法，我情不自禁地低语：“邓超学长，这几个月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呀？”接着我撑开验尸伞，对着窗外透进的阳光慢慢调整伞面，发现几处阳印痕。这时候黄小桃走进来说：“死者身份确认了，是一名仓库管理员，他同时是明天将要开庭审理的一起谋杀案的关键证人。”我摇头叹息，看来明天是开不了庭了，又一个凶手要逍遥法外。黄小桃问：“你这边有什么发现吗？”我收起验尸伞说：“死者应该是昨天晚上喝完酒独自回家的路上，发现地上有一样东西，或者是钱，于是低头去捡。凶手趁机从后面抓住他的肩膀，快速的一刀割喉。整个谋杀过程没有任何个人情感在里面，就像是杀手做的一样。”黄小桃点点头：“所以你是想说，邓超已经是个职业杀手了？”我说：“还记得他越狱的时间点吗？刚好是我们端掉了那个非法直播网站之后，那家网站和某个组织有密切联系，端掉它等于切断组织的一条重要财路，所以我有种猜想，组织已经将我视为眼中钉了，于是把和我有仇的邓超救了出来，打算让他来对付我。只不过在此之前，他有一些别的任务要完成。”我指着那根红塔山说：“邓超完成组织赋予的使命的同时，也没忘记向我们挑衅。”黄小桃皱眉说：“这种手段确实是很像这个组织啊。”我有种风雨欲来的感觉。我挥挥手说：“对了，去发现尸体的现场看看吧。”我和黄小桃驱车来到现场，抛尸地点是江边一片低矮平房附近。我想起死者背上的斑状水渍，就说：“这个季节应该不会起雾吧？”黄小桃看了看天气：“也未必吧，如果要下雨的话，江边还是会起雾的。”技术组早上取完证就走了，现场围起警戒线，留了一名警察在看守。我撑开验尸伞，慢慢调整角度，地上除了一片凌乱的脚印之外，还有一道清晰的拖拽的痕迹。邓超的身体不算强壮，拖拽死者应该相当吃力。我循着痕迹一直走，在一处转角处停下，盯着墙面看。黄小桃问我看什么，我掏出一包海草粉，对墙面一吹，上面出现一个清晰的掌印。黄小桃惊讶地说：“凶手留下的吗？多亏你发现，技术组的那帮饭桶竟然没有注意到，
我说：“你瞧，指纹很模糊，像是人为破坏过的。”虽然如此，但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据。黄小桃准备叫人过来采集，我摇了摇头说：“用不着那么兴师动众。”我拿出一张毛边纸覆盖在上面，把掌印完整的拓印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收进证物袋里。我们俩继续追踪痕迹，最后它消失在路面上，那里有一段轮胎印。我盯着轮胎印打量半晌，是一辆轻型卡车，轮胎磨损有点严重，可能是一辆旧车。从压痕的深浅程度看，当时应该是空车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兴奋地叫道：“是一辆冷藏车！”黄小桃问：“宋阳，你的思维越来越活跃了，怎么一下子知道是冷藏车的？”我解释说：“死者背后有斑点状水渍，我是在想这到底是怎么留下的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是冰碴。死者躺在一片冰碴上面，冰碴融化了，就变成斑状水渍。”黄小桃打了个响指：“你分析的有道理。”我继续推测起来，这辆车显然是全封闭式的，死者没有折叠痕迹，这说明车内空间足够一个1.8米身高的人平躺。我估计是他偷来的车，查查最近有没有失车的报案。黄小桃说：“行，我立即派人去查。”黄小桃打完电话之后说：“暂时没什么事情了，要不我去参观一下你和王大力的小店？”我搔着头，这巴掌大的小店没什么好看的。黄小桃笑道：“你们俩头一次创业，我怎么也得去支持一下，不是吗？”那好吧。我们俩来到这家日化店，王大力正在卖力地跟一名中年妇女推销卫生巾。把顾客送走之后，他看见黄小桃，满脸堆笑地说：“嗨，小桃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瞧瞧，不是我这店有模有样的吧？”黄小桃环顾四周：“不错呀，姐真佩服你俩这劲头啊，说干就干。主要是大力在搞，我啥忙也没帮上。”黄小桃信手拿起一包观看：“看你刚刚跟人家说的天花乱坠的，什么透气防异味，你试过吗？就敢瞎说？”王大力一脸自豪地说：“每一种我都试过，这绝对的舒适透气，品质可以100%的放心。”王大力惊讶得合不拢嘴：“厉害呀，你太有敬业精神了。”